你敢信吗？印度仿制药跌落神坛，而且还顺带把美国给坑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美国其实也依赖印度的仿制药，他们有40%的仿制药来自印度，但是因为印度仿制药的质量实在太差了，这些年经常出事故。比如在2月份的时候，印度生产的一款眼药水不仅让很多美国人患上了细菌感染，而且还造成了很多人眼睛失明，甚至4个人死亡的案例。在这之后，美国 FDA 对印度仿制药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又发现在100家印度药企里就有13家卫生和生产流程不过关，于是他们就将一些印度药厂拉入黑名单，其中还包括了顺铂和卡铂等抗癌药物，尤其是顺铂，它是抗癌的常用药，可以治疗很多肿瘤癌症，用量和用途都很大。这些药物没啥利润，因此美国医药巨头不生产这种东西，以往都是直接购买便宜的印度仿制药来补充国内的需求。因此，怎么处理印度仿制药就成了问题。完全禁止印度仿制药，美国病人就无药可用；不禁止吧，会有更多的病人受到同样的影响。最终，美国 FDA 只能选择性处理。但即便是这样，美国依然有很多癌症病人受到影响，事情越闹越大。印度的仿制药就此跌落神坛，它到底是神药还是毒药，就成为了一个全球都绕不开的话题。即使是我们国内也有很多人盲目崇拜印度仿制药，尤其是在我不是药神电影播出后，大家都觉得印度仿制药一下子被很多人神化了。有些人认为印度仿制药是对抗资本的勇士，这句话肯定是对的，因为它的价格确实便宜，可以低到原创药的1/10左右。因为足够便宜，所以印度仿制药又被称为第3世界的药房。但是你真的了解印度仿制药吗？如果你了解印度仿制药的历史和现状，那么你就会发现，印度和他们廉价仿制药的背后付出的是血淋淋的代价。根据数据显示，截止到2017年，印度因为药物试验事故死去的人数就将近5000人，并且还有2万多人因为药物试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最可怕的是，印度不仅沦为资本的人体试验库，他们的仿制药企业甚至已经成为了资本的一份子。那么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我是熊猫，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印度搞仿制药本意还是非常神圣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吃得上药，活得更久。1947年时，印度正式独立，他们没有经历过反抗以及战争的残酷，而是通过协议独立，因此继承了英国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和制度，其中也包括了大量的食品工业和医药制品。当时印度医药市场有近90%都被跨国药企给霸占了，尤其是各种抗癌药物价格非常高，就算是印度的高种姓人群都承担不起，更别说普通人了。对于印度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本来就吃不饱，一旦再得了癌症，就和判死刑没啥区别。因此，印度独立时的人均寿命非常低，只有31岁，比常年经历过战争的新中国还要低上4岁。于是，保证老百姓饿了有饭吃，生病了能吃得上药，就成了印度政府的当务之急。不过，当时的药品生产企业都被外企占领了，专利也是人家的，他们不降价，印度政府根本毫无办法。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的人均寿命增加非常缓慢，尤其是与中国的人均寿命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一个改变印度医药现状的人出现了，她就是印度的第2任总理，也是印度史上的第1任女性总理英迪拉·甘地。英迪拉·甘地本名是英迪拉·尼赫鲁，也就是印度第1任总理尼赫鲁的女儿，在当地拥有非常高的声望。1966年，英迪拉上任后就迫切想要改变印度的医药现状。他先是鼓励印度本企药企多生产药品，保证供应，但是这个政策很快就遇到了麻烦。在当时，印度的医药专利有99%都掌握在跨国药企手里，而印度的专利法又是沿用殖民地时期的专利与设计法，外企手上99%的药品都是受到保护的。印度本土药企想要生产药品，就得向他们缴纳高昂的专利费才行，而这对于还处于一穷二白的印度企业来说，根本无法负担得起。在经过多次沟通失败后，英迪拉政府终于怒了。印度如果连老百姓的生命健康都无法保证，那为什么还要保证外国药品的专利呢？于是他对外宣称，殖民地时期的专利是过去式了，现在印度也应该有自己的专利法了。然后将星光上任的3把火都砍向了医药，第1把火烧在了专利法上。1970年，英迪拉政府推出了印度独立后的第1部专利法，该法案把食品和药品的专利拆分为工艺专利和产品专利。食品和药品领域只有工艺专利有效，但是产品专利是无效的。这个意思就是你只要制造的工艺不一样，那么生产出来的药也是合法的。说白了就是允许印度药企仿制外国的专利药物，这意味着药品和食品的专利保护在印度已经彻底失效了。同年，英迪拉将第2把火烧向了药品价格。印度推出了药品价格控制规则，再次强调了食品和药品是穷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不应该被用于牟利，而应该严格控制价格。2年后，英迪拉又将最后1把火烧在了外企的命门上。
印度颁布外汇管理法案，强制性要求印度企业的外资股份占比不得超过40%，相当于直接剥夺了外企在印度的市场话语权。印度本土药企开始崛起。在70年修改专利法时，印度的药企是2200多家，而在10年后，这一数字翻了1倍不止，达到了5100多家。截止到2005年时，这个数字已经暴涨到了2.3万家。印度的仿制药产业兴起了，药品的价格自然也就打下来了。根据网上数据显示印度的仿制药价格一般是原研药的1/3到1/5，最低甚至能达到1/10。印度政府不仅让更多的印度老百姓能吃得上药，而且还让印度本土的仿制药走出国门，因为买不起原研药的不只是印度，还有很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到了20世纪末，印度已经成为全球第3大药品生产地，全球最大的药品出口国，其生产的药品有1半以上都拿来出口。当然，这些药品的大头还是仿制药。2015年，根据国际著名救援组织乐施会的数据，印度已经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仿制药供应国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有1半的药品是由印度供应的，所以印度又被称为是第3世界药房。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印度仿制药不仅造福了印度人民，也让很多经济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享受到了好处。印度廉价的仿制药崛起，直接损害的就是欧美药企的利益。他们就是靠着高昂的药价和专利授权费谋取暴利，没有专利费，无疑就是在挖掉他们的根基。因此，他们在全世界围堵印度，甚至还搞上了联合国各大组织。而英迪拉政府非常硬气，他们选择背负沉重的压力，硬刚世界各国和欧美各大药企。1981年，英迪拉在 WHO 大会上舌战欧美各国。他说，富裕的国家可以花费巨额资金去研发新药，减缓病痛和延长寿命，这没有错。但是在一个优良秩序的世界里，药物不应该有专利，更不应该从人生死中谋取过高的暴利。这句话至今让很多印度人感到热血沸腾，他也因此被印度人称为铁娘子总理。当资料查到这儿，本猫其实是非常感动的。印度的制度或许破烂不堪，但是英迪拉并没有放弃它，而是尽力缝补这个世界，帮助印度消除贫困和疾病。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印度，此时的英迪拉确实值得印度人，甚至是每一个病人点赞。1984年，英迪拉因为处理一项宗教矛盾被刺身亡，但是他留给印度医药产业的家底，足以让印度摆脱无药可医的痛苦。如果剧本继续按照这个轨迹发展，印度的医药产业真的如同印度铁娘子总理的目标一样，应该是造福印度普通人，让他们不再承受无药可医的痛苦。然而，再温情的社会也会败给冷血的资本。2005年，印度放宽了人体临床实验的限制，不仅允许外国药企在印度展开临床试验，而且是同步第1期以外的所有试验。啥意思呢？意思是不管药物是不是在印度研发的，但是到了人体临床阶段，就能在印度展开人体临床试验。说白了，就是印度允许世界医药巨头在印度做人体试验。这项决定不能说是完全不对，毕竟任何药物都需要经过实验，才能知道它的具体疗效和后遗症。但是对于印度这种高度腐败、法律不健全、文盲率居高不下的国家来说，这绝对是一种灾难。果然，在印度放开限制后，印度的药物试验事故就频繁发生了。2008年，英国《泰晤士报》爆料印度的一家知名大医院在4000多名婴儿身上进行一种新药试验，结果这项试验造成了49名婴儿意外死亡。2010年，美国 NGO 组织 PATH 贿赂了当地官员，他们以政府公益项目作为掩护，进行人乳头瘤的疫苗试验。这些学校的女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打上了未经正式发布的疫苗，最终有7名女学生因此而丧命。还有在2012年，日本一家药企联合印度中央邦因多尔市的12名医生进行药物试验，同样是在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了一种治疗焦虑的药物。类似的事故非常多。根据非营利组织 SAM 的数据显示，从2005年放宽限制开始，到2017年11月，在将近13年的时间里，印度本土有超过5000人因为药物试验而丧生，以及2万多人在试验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可以说，印度整个国家已经沦为西方药企的人体试验工厂了。英迪拉一生都在和西方药企做抗争，没想到死后，印度竟然与西方药企同流合污，而且还一起迫害印度的普通老百姓。这还不是最关键的，就连印度政府都纵容了这些药企的试验行为。比如在学校人乳头瘤疫苗事故中，印度没有对外企做出任何应有的惩罚，而是简单的对 NGO 组织发出了警告，暂停了这项试验就了结了。还有日本药企联合医生秘密实验案件，印度政府的处理同样非常冷血，他们不仅没有对日企做重量级的处罚，就连国内涉事的医生也只是罚款5000卢比就完事儿了。按照现在的汇率算，5000卢比就相当于400人民币左右，真的是人命比草都贱啊！更可气的是，日企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不仅没有道歉，还对外宣传自己所做的事情是符合法律要求以及伦理标准，把锅甩的是一干二净。以上这些还仅仅只是众多印度人体临床试验事故的冰山一角，更多没有被爆料出来、隐藏在印度社会每个角落的秘密试验比比皆是。
这里面的参与者既有发达国家的药企，也有印度本土的官员、药企、医生，几乎遍布整个印度医疗体系。西方药企巨头为了更方便做事业，直接入股或收购了印度制药厂，生产仿制药再高价卖到美国。如果他们都被挖出来，我相信英迪拉的阴魂都能被气得立刻降临在印度。那么，印度仿制药到底是怎么了？为啥英迪拉一手打造、誓死与西方药企做斗争的制药业，却沦为西方的打工仔？其实说白了，就是屠龙者终成恶龙。印度政府对于仿制药产业的初心，已经从为民服务转变为为资本而服务。为啥这么说呢？这一切还要从美国的一个医药法案以及印度加入 WTO 开始说起。1984年，美国出台了一部著名的法案——哈茨沃克曼法案，改变了全球医药的产业格局。这个法案对药品专利法进行了改革，允许药企仿制专利过期的药物，而且不需要按新药重新做实验，只要药效符合标准就行。简单来说，美国法律也开始鼓励仿制药。这项法案的本意是减少药企的投入，以及让普通老百姓能享受到便宜的药物。但是最大的受益者却不是美国的老百姓和药企，而是印度。我们前面说了，从1970年印度修改专利法开始，印度的仿制药产业已经得到快速发展，拥有大量的仿制药生产技术以及产能。在美国实行了哈茨沃克曼法案后，美国市场为印度仿制药打开了大门。印度药企们突然发现自己的药物不仅能在国内拯救难民，而且还能远销海外，甚至冲击美利坚本土。对于印度政府和印度药企们来说，这无异于是天上掉了个馅饼。印度政府需要外汇，印度仿制药企们需要利润，于是两者一拍即合，印度药企们开始扬帆出海了。他们一边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各种仿制药，一边还向美国输出法律允许的仿制药，挣的是盆满钵满。作为竞争对手，美国的药企们看到印度仿制药这么畅销，当然也不爽了。本来你就是侵犯我们的专利和利益了，现在竟然还把手伸到我们老家来了，这怎么能忍呢？于是他们在世界各国围堵印度，不断提起诉讼，还向联合国告状，就是不让印度药企过得舒服。而印度呢，也无所谓，挣钱嘛，累点就累点，能挣多少就多少。因此啊，印度也是耍起了无赖，依然在疯狂地扩张仿制药产业。不过到了1990年后，这一切发生了转变。印度制造业体量已经开始成熟，他们瞄准了 WTO， 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希望加入 WTO 来融入世界各国的贸易体系，提振印度经济。但是 WTO 对于成员国是有着非常严格的专利限制，如果本国的专利制度不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其他国家就不会允许印度参加。一边是医药产业，一边是印度的整体经济，孰轻孰重，不用说也知道。在经过多轮谈判后，印度迫于压力，最终选择了遵循 WTO 的规定，签署了知识产权保护协议 TRIPS。但是医药作为印度为数不多可以挣外汇的行业，他们也不会一棍子打死，而是非常积极地拖延下去。他们虽然在10年内进行了4次专利法修改，但却只是承认了1995年后的部分药品专利。除了这些专利外的药品，印度药企们还在疯狂的仿制当中。这下彻底把其他国家给惹怒了。于是来自国际药企的反扑就开始了，他们围剿印度变得更加疯狂。2005年，辉瑞向印度药企兰博西发起诉讼，原因是兰博西在美国销售的仿制药侵犯了旗下治疗胆固醇的药物利普妥的专利。同年年底，该案就以辉瑞的胜诉而告终。2008年年底，荷兰海关也扣押了印度4个药企的仿制药品，原因就是印度这些仿制药侵犯了荷兰药企的专利，因此不允许他们从荷兰过境。还比如在2014年时，印度有4家药企先后被美国 FDA 禁止销售，原因是生产流程不合规造假为由，这其中还包括了当时的印度第一大药企兰博西。类似这样的案例还有非常多，可以说啊，印度仿制药产业遭遇到整个发达国家的围堵，损失非常大。解决方法其实也不是没有，只要放弃出口，专心为国内老百姓提供廉价的药物就行，或者仿制药向全国提供便宜的药品就可以了。这也是印度仿制药的初衷。但是对于印度仿制药，甚至整个印度来说，这是一个几乎不用考虑的话题。要知道，2013年时，印度的药品已经占到了本国 GDP 的7%到8%，其中出口总额达到了130亿美元，单单美国一家就占了30%。可以说，印度仿制药企们在全球挣得盆满钵满。中国有句老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于印度药企来说更是如此，不管是市场份额还是外汇，都是无法轻易放弃的。那问题怎么解决呢？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利益交换，安抚国际药企巨头。于是一个奇葩的现象就诞生了，印度放开了药物临床试验，而且几乎不设监管，不过多处罚，这是国际药企巨头无法拒绝的条件。要知道，研发一款新药非常困难，不仅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还要进行多次试验，其中临床试验又是耗费时间最长的环节。大部分新药研发的3期临床需要共超过10年时间，成本都是按亿算的。根据国外机构的数据显示，3期临床加起来的成本大概能达到2.45亿美元，如果算人均的话，大概在4到5万美元左右。
所以为了节省这些成本，西方药企曾一度想减少临床试验的难度，那就是找一些便宜的志愿者来做人体试验，比如贫困人群或者是在非洲偷偷做试验。1996年，非洲爆发脑膜炎，辉瑞就主动找上门帮忙，对尼日利亚政府说可以为他们免费进行药物试验，结果却导致11名儿童死亡，多人伤残。出了事故后，辉瑞还不承认，一直拖到了2009年才答应赔偿尼日利亚7500万美元。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霍姆斯伯格监狱对监狱里的大部分非裔男性进行人体试验，持续时间长达20-30年，最终的结果也是赔款道歉了事。可以说很多国际药企们的手上都不干净。这些年来，世界各国都爆发了药企试验的抗议活动，甚至是游行。在这种背景下，印度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他们人口众多，不但贫穷，而且文盲法盲非常多，是一个绝佳的试验群体。国际药企们在这里做试验的代价非常低，单次试验可能只要100美元就搞定了，甚至直接违规做试验也不会受到太大的惩罚。所以在印度政府放开人体试验限制后，两者形成了一种黑暗的平衡。国际巨头们放宽了对印度药企的维度，印度政府对国际药企作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印度本土药企干脆直接和国际药企进行合作。可以说，印度仿制药不只是印度的，更是全世界药企默契配合下的产物。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极大的讽刺。好了，我是熊猫，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